Hello Cookies 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Wendy， 来自 iFan Baking。最近我收到很多人问我关于一些食谱，就算我才刚上传，那么他们也会找不到。所以呢，我今天要来教你们怎么订阅我的频道。每当你们用电话看我的频道的时候呢，如果你们有注册了用 email 来注册 YouTube， 那么呢，在下面这个地方 click subscribe， 然后 click这个小铃铛开 all， 所以呢，你就会收到我所有最新影片的通知。然后开这个 description box， 如果你向下移的话呢，可以看到里面我都有写中英文的 ingredient list 食谱材料，你们可以留言给我问问题。我通常会在我的 pin comment 那边呢放上一些重要的要点，那么让你们做了之后成功率就比较高，或者是一些影片所写错的订正也会放在那边。好，今天我要来教你们做这个。哇，是不是很脆呢？就是我们很多人 request 的葡式蛋挞。所以一开始我们先来做饼皮的部分，在一个碗中加入中筋面粉、盐，还有一些细砂糖，然后用鸡蛋搅拌器来打拌均匀。现在加入一些的冷水，我从冰箱把这些水拿出来，一面加一面搅拌。今天会用冰水，是因为这整个的制作过程需要冷，那么它的成功率会比较高，而且操作比较方便。把它们用刮刀搅拌成一个面团。你发觉到刮刀开始比较难搅拌了之后呢，我们就换成用手来搓，把它们全部搓成一个面团，搓在一起，搓到你的碗干净为止，然后把它们稍微按扁一些。现在我们要加入一些软化的无盐牛油，记得软化不是融化哈，要分清楚。我喜欢把这些牛油呢涂在这个面团的表面上面。因为接下来呢，我们会换成用手搓的时候，它就没有那么粘手了。慢慢的搓，你就会把所有的牛油都混合进入面团里面。再搓多一个5分钟，你会发觉到这个面团变成比刚才光滑了一些，可是还是有一点皱皱的，没关系。这个是一个偏硬的面团，好了之后把它们放进保鲜膜当中。今天包的方式比较特别，我们要把它包成一个长方形的形状。我们用擀面棍把它们按扁，然后把它们擀成这个长方形的面团。好了之后，把它们放进冰箱休息面团大概15分钟左右。现在准备这个无盐牛油，记得要软化，就是你按下去它会有手印，可是不会完全软下去的。建议你们一定要开冷气做给接下来的这些过程哈，要不然的话很热的厨房就不能成功了，因为牛油会一直融下去。所以呢，把这个已经冷却好了的面团拿出来，然后撒面粉在你的这个工作岗位上，面团上面、擀面棍上面都撒一些防粘。然后用这样子的方式，慢慢擀一些拿起来。这样子的方式可以帮助你很好的把这个面团擀开，而且不会擀破。把它们擀成比较大的长方形。
它的长度是它的宽度的3倍，大概这样子就可以了。然后用刷子来刷走这些多余的面粉，用大概1半的分量哦，大概45克左右的这个软化的无盐牛油，把它们平均的涂在这个面团上面。记得拿一些时间来这样子平均的抹在上面。所以开冷气很重要哈。就找到你的中间在那里的之后呢，我们要来做第一个试折，就是把这个旁边的2端呢都折到这个中间线去，之后把中间收口一下，继续的刷走这些多余的面粉。再涂剩余的这个无盐牛油，就是剩余的1半哈，45克，也是很平均的把它们抹在上面。之后把它们对折，这样子就形成了我们第一个的试折。把它们盖上保鲜膜，又放回冰箱冷却大概20到30分钟左右。好了之后呢，我们要重复多2个试折，不过这次呢就不需要再放牛油了。那么记得撒面粉了之后，用同样的方式，这样子小小擀，一次擀小小这样子，把它们擀成长方形。记得擀给它长，也要擀给它宽一些。也是一样，刷走多余的面粉。我们要做第2个试折，把它们折到中间去，收口，刷掉多余的粉，就对折。看到吗？又多一个4层了，所以16层了。就这样子把它们刷走多余的面粉，又把它们盖回这个保鲜膜，进行第2次的冷藏。每一次一做完一个试折，要冷藏的目的呢，就是要松弛我们的面团，也让我们的牛油不会融化，所以呢不可以省略掉哈，要至少20分钟。如果开冷气的话，可以更多的帮助你。拿出来把它们擀成长方形，又再做第3个试折。好了之后，又把它们拿去冰箱，普通冰箱就好哈，不要 freezer。普通冰箱再冷却多一个20到30分钟。现在最后一次我们没有做试折了哈，我们撒上更多的面粉来防粘，用同样的方式把它们擀成这个长方形。这次呢，我们要擀成厚度差不多0.3厘米的厚度就可以了。刷掉这些多余的面粉，我们要把它们卷成长条形，慢慢的这样子捏它，这样子可以确保你卷起来是紧的哈，要确保你把它们卷紧。到了这个尾端的部分呢，刷一点点的水，这样子可以帮助它容易的连下去。稍微把它们整成一个长条形，平均的包进保鲜膜当中。这次呢，我们要把它冷却2个小时，就是放在普通冰箱2个小时，直到它硬为止。所以在这个当儿，我们可以来做蛋液的部分，放一些全脂牛奶，还有细砂糖，之后拿去用小火煮，
煮至细砂糖融化为止。怎么测试呢？你可以这样子拿你的锅起来看，看到这些细砂糖的颗粒呢，就继续的煮。记得要不断的搅拌哈，不然你的糖会焦掉。我们的细砂糖已经融化了，就可以立刻离火，搅拌一下。之后加入动物性的淡奶油，就是 Dairy Whipping Cream。用这个搅拌器把它们搅拌一下，搅拌到你们有看到2个颜色。加入蛋黄，今天用4颗蛋黄，继续的把它们搅拌到混合。好了之后，加入一些香草精，继续的打拌到它们混合为止。记得打拌时要轻盈，不然的话会有很多的气泡在里面。我们要把它们过筛一下。过筛的时候，我把它们倒进一个 measuring cup， 一个量杯当中，等下就比较容易操作。盖上保鲜膜，放进冰箱冷却待用。那么2个小时后呢，我们的这个千层酥皮就已经准备好了。所以我们现在要把它们切成10份。我先把它切成一半，这个还没有用到的一半，把它放回冰箱哈，不要让它们软化了。那么这另外的一半，我就把它分成5份，切4刀分成5份。所以你总共这个食谱是可以给你做10颗蛋挞的哈。切出来你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旋螺哈。我们要切面，放一些粉哈，然后切面要朝上。之后用手这样子一边旋转一边压它的底部，我们要压出底部薄旁边厚的这个塔模哈。塔模尺寸我会写在 description box 下面，你可以看看，跟我制作蛋挞的塔模是一样的。那么旁边的这个面团要高过塔模一些，因为等下会回缩哈，烤的时候，确保它们的高度也是一样的。就好了，再重复直到全部塔模做好为止。记得切面要放粉，之后先按中间，用你的2个拇指来帮助你，一边旋转一边压下面还有旁边的部分，这样子呢，它的塔皮就会慢慢上来了。下面要薄，可是也不可以太过薄哈，要不然漏出去。那么旁边是比较厚的。记得要高出塔模一些就好了，把它们放回冰箱冷却大概15分钟，冷的 puff pastry 烤出来会更加酥脆。在你的烤盘上面一定要放这个铝箔纸，有放跟没放的烤的方式不一样哈。那么有放铝箔纸的呢，蛋液我们会把它们装至8分满。可以装至8分满，然后拿去预热的烤箱210摄氏烤20分钟，用上下火设定在中程烤。每5分钟你就会发觉到它有不同的变化，非常的神奇。烤到它开始有黑点了之后呢，我们就开始转我们的烤盘，这样子可以烤到均匀一些。之后我把它们降到第4层来烤多一个10分钟，所以总共烤30分钟。哇，看到它们 bubble 吗？
新鲜出炉的这个葡式蛋挞，它还是会有这种好像在跳舞、在呼吸的感觉，非常非常的可口。冷却了之后，它会回缩一些。那么现在我们来做这个没有铝箔纸的。如果没有放铝箔纸，你的蛋液可以放到6至7分满而已。看到它的分别吗？有跟没有铝箔纸。那么为什么呢？因为进去的时候你的饼皮会缩得很厉害，如果你放太多，它肯定溢出来。不要问我为什么。那么放进烤箱当中210摄氏，烤25到30分钟，上下火放中层烤。那么每5分钟也是会有变化，烤到一半记得要翻你的烤盘来烤，这样子每一边都能够有平均的焦点。烤好出来了，看到吗？它们也是一样会呼吸的，我们的蛋液。给你看它的分别哈。你的蛋挞不烫手，温的时候就要立刻拿起来，因为下面会有一些水分，你看到吗？它的水蒸气。如果你久了不拿，你的饼皮会变软哈。有铝箔纸跟没有铝箔纸是有分别的哈。现在我们来看一看。首先，有铝箔纸的，它的这个焦点会比较多，黑点会比较多，而且呢，有铝箔纸的呢会比较大颗，没有铝箔纸的千层会比较厚一些，有的呢千层的酥皮比较薄一些，还有高度，有铝箔纸的会高一些，没有的就矮一些，因为回缩的很多。所以呢，我们的葡式蛋挞就做好了。哇，这个超黑的。那么现在我们切来看。听到了吗？哇，很脆的声音是不是？你看，它的里面是这样子的，蛋液也非常的顺滑。很好吃，它的千层酥皮非常的脆，看到吗？一层一层的，咬下去就看到很清楚了。而且它的蛋液也是很香。很脆的声音，这个是有铝箔纸烤出来的，看到吗？它的蛋液有多顺滑。那么这个呢，焦点比较多，我比较喜欢这个哈，用铝箔纸烤出来的，蛋液也比较多。非常的脆，很好吃。撕开来看，它的声音，哇！看到吗？里面的蛋液是顺滑的哈，虽然上面是焦焦的。酥皮真的是很香很脆，而且呢，带有上面一点点的焦香味。它的蛋液非常的香甜，因为有这个 cream 还有牛奶在里面哈，弄它更加的丰富。我比蛋挞更喜欢葡式蛋挞，那么还没有做的可以做来吃哦。那么还没看我上个礼拜的视频，请记得观看。还没有订阅我朋友，请记得订阅我，还有记得关注我在我的 social media， 我的 Facebook 还有 Instagram。下期见，拜拜。